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莫斯科航展期间首次亮相的俄罗斯最新锐的战机苏75将军，那么这款战机应该说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和军界的广泛关注。它有几个亮点：一个，外形特征和所有的现役的隐身战机呢都不太一样，有它自己的想法，在设计上呢可以说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当然，它也大量参考了美国、中国以及欧洲国家同类型战机的设计。那么再一个亮点呢，就是它的价位非常低，它的最低价位是2500万美元，而最高的价位呢也不过是3000万美元。那么这款战机的亮相，应该说对美国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美国防务新闻网络对该机呢提出了很多的质疑，他认为这个飞机啊要制造很难。第二，经费没有保障。第三，它是否能够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吸引力，都是存在疑问的。第一个呢，他讲这款战机要想获得比较先进的发动机，目前呢还不靠谱。第二，它的隐身技术，特别是复合材料，它存在着重大缺陷，因为俄罗斯的复合材料的研发制造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还有呢，就是它的航电系统也要比美国落后。那么最终它能不能搞成，花多少钱把它研制出来，都是存在疑问的。那么首先，复合材料，这是美国人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现在隐身战机复合材料的使用量占比非常高，大致都要占到机体结构重量的30%以上，甚至更多。那么俄罗斯有没有复合材料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呢？有，但是比较弱。我们举个例子，前些年呢，俄罗斯曾经引进过西方国家的复合材料的生产装备，因为一些大型飞机、隐身飞机都需要有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机器，同时呢还有热压罐等等。俄罗斯的技术相对来讲比西方国家要落后，甚至比中国还要落后。那么相比于美国和日本，它的差距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是美国评论的第一块。第二个，他讲动力装置目前俄罗斯还不到位。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俄罗斯的空天军目前把希望寄托在它的相关设计局和企业在开发的产品30这种高推重比、大推力的涡扇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目前还在试验，还没有成熟。15-7都没有装产品30，何况你新搞的这么一个中型的隐身战机，要想用上产品30，还要等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它现在所用的动力装置很可能是 RF-31F 系列的改进型。那么另外呢，综合的航电系统是吧，雷达系统和美国相比，这个也要差得很多。它现在刚刚用上有源相对雷达，而且它用的有源相对雷达的基础技术和中国、美国相比也是相对落后的。就此而言呢，美国这个评论有一定道理。他之所以这么说，他就认为苏75将军总体技术水平比美国要差一截，再加上呢，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军费相当紧张，军方投没投钱现在还不太清楚。如果军方的投资力度不大，它的研制周期呢势必就会拉长，那周期越长，成本就会越高，最终3000万美元这个底线可能就打不住了，就要涨价。再有呢，就是它的性能，它的性能到底比美国的 F-35如何？从吨位讲，苏75和 F-35属于一个量级，都是单发大推力的，只不过苏75用的是 RF-31系列的发动机，
它的最大推力以及推重比都要比 F-35要差一点。从外观上来看，苏75的阻力肯定要比 F-35要小，因此尽管它推力可能弱一点，推重比要小一点，但是要想满足超音速1.8倍到超音速2倍的这个指标要求，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机动性方面呢，如果它采用了推力矢量技术，应该说完全可以超过 F-35。现在存在疑问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它的性能，而是它的价位。如果它这么便宜，那么势必会大量的出口给第三世界国家，那么 F-35想独霸世界军机市场的这个目标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也是美国的这些媒体来评述这架俄罗斯新战机的目的认为呢，它的技术落后，周期会长，而且单价也不会那么便宜。那么最终的情况如何，这个恐怕还要看后续的发展。好，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